家人们看啊，这就是广东的桥洞底下呀，因为这边都是流浪汉呐，或者是往那边去，打工没有住的地方的人，你看看没有？这家这老些，岁数都不大啊，都是小年轻的。近几年，中国经济持续恶化，失业率居高不下。在广州、深圳这些经济还算富裕的一线城市，有大批的失业年轻人或者是外卖员，因为没有钱付房租，被迫睡在桥洞底下或者公园当中艰难度日。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，有时靠捡废品卖点钱换点吃的。大陆房地产持续低迷，甚至核心的地段房子房价也在持续下跌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。深圳一名程序员为了省钱，平时把车就停在公园，晚上他就睡在自己车上，洗漱就在公厕。他已经车居了3年了。张月来来自于广东阳江，在深圳南山一家小公司打工已经6年了。近期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，介绍自己在深圳湾公园露宿的经历。他直言自己在深圳买不起房，周一到周四在公园露营，周末开车4个小时回到离深圳300公里远的阳江老家陪伴妻儿。我在深圳这边大概住这种车内露营的生活应该有3年多时间。我绝对不是为了节省那个房租而住在车上，但是住在车上的确是节省了房租。对，在深圳这边就是工作嘛，就是赚钱嘛，你只要家人在老家这边，其实就是一条活。我是一名软件开发工程师，我在深圳最近工作大概有6个年头。其实租房的钱对我的收入来讲是很低的，只是我已经适应了这种车内露营的生活，我觉得没必要再回到出租屋的那种生活。我前两年都是在出租屋那里花个2000多块租一个很小的单间，你回到那里其实是很压抑的，因为那个环境其实很差的。对。那当时这个单间大概有多少平？有多少平啊？大概应该3米乘，应该不到10平方吧，可能嘛。没有单独的卫生间，至于那个公共洗手间就环境非常差。公园的卫生间非常好，深圳湾公园这边的卫生间呢，可以说是5星级的。视频画面显示，张月来把车后座位置放平，然后铺上一个90厘米宽的小床垫，然后从后备箱爬进去躺下。为了防止窒息，他会把后备箱打开。深圳气温高，为了防止蚊子咬，他还给自己买了一个蚊帐。在公园停车一晚9到10个小时的话呢，停车费只要6块钱。但公厕里不能洗澡，他每天都会去健身房运动，洗完澡再开车回到公园睡觉。至于说洗衣服，他都是把脏衣服打包好，周五带回家去洗。他每天吃饭只能吃外卖与堂食，每个月生活费就有1000多块。这在深圳是个低到不能再低的数字了。他告诉湖星新闻，我爸妈还有我老婆孩子在老家这边，所以我一个人在深圳那边打拼，我是没有家那种感觉的，所以我会每个周末这么频繁的回到家里陪伴他们。都说人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最苦，不敢喊累，更不敢倒下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在广州还有很多人都在睡桥洞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送外卖，很多都是大公司失业的人，为了节约开支，能省则省，只能蜗居在桥洞里，做着最底层的工作来养家糊口。广州的惨状已经突破人类底线，你敢信吗？在这座号称中国最富庶、最繁华的一线城市里，如今住桥洞已经成了一种资格，因为连桥洞都被人强抢。是的，现在想住桥洞，不但要比谁起得早，还得拼命抢位置。晚了，不好意思，桥洞已经满了，你只能睡马路边、绿化带，甚至垃圾桶旁。多少外卖员、搬运工、临时工，每天辛苦干10几个小时，却连最便宜的城中村都住不起。一个10几平米的单间，租金飙到2000，他们根本没钱租，只能蜷缩在桥下，塑料布一盖就是家。
哥们，我已经来到深圳了，现在在深圳桥底这边搭一个帐篷，打算在这边找工作。睡在桥洞这里有好处也有坏处，好处就是不用掏钱交房租，不用掏几十块钱去开房。坏处就是睡这里没水又没有电，而且蚊子特别的多，晚上还有那种叫魂鸟在这里叫啊。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害怕，习惯了也无所谓的。很多人好奇我睡在桥洞这里每天花费多少钱，现在我就告诉你们，我睡在桥洞这里每天花费不超过25。早上3个馒头1瓶水，晚上2荤2素10块钱，还是蛮实惠的。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找份工作，其实我是正在找工作的，只是找不到而已。有的厂他很挑剔，有的厂不要大龄青年，有的厂只要女孩子。今年的行情不好，很多工厂都搬走，很多工厂没有订单，导致很多老哥都没有工作。房价连续大跌之后，深圳房价也跌成白菜价了。在深圳最大二手房交易平台上，如果搜索售价在30万到100万区间的房子，总共有大约1100套。房价下跌回到08年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深圳各大开发商都快破产了，都快死了。龙华、龙岗都已经掉地上了，南山、福田大跌75%以上。以前没个8到9万买不到的房子，现在现房带装修只卖3.8万了。我真的后悔买房了。前几年290万在深圳买的房子，这2天忍不住看了一眼了。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卖190万，还没有人接盘。我买房的时候借了200万的贷款，每个月呢供1万出头。更崩溃的是供了5年，月供高达60多万，本金才12万。如果供完30年的话，我还得还到382万，实在是还不动了。我现在就想把这个房子卖掉，可能也只能卖100多万，还不够我还房贷的钱，就相当于我的首付没了，60万的月供也白白的蒸发掉，最后房子没了，钱也没有了，还要背债。说实话的，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，也就高兴了那么几天，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心里面爽了一下，好像自己挺了不起的，30多岁就有自己的资产了。但自从背了这200多万以后，供房的这几年呢，连像样的水果都舍不得买，更别提出门旅游了，一直都是在给银行打工。买房的你们后悔了吗？我们是真的后悔了。我后悔贷款80多万买了这个房子，一辈子都在为银行打工，现在每个月要还5000多的房贷。我们家是一个人挣钱养3个孩子，老公是干工地的，为了能多挣一点钱，只要不是刮风下雨他就不休息。我们的房贷也才还了5年，就已经身心疲惫，真的有点扛不动了，还有20多年要还。每天也是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，错就错在虚荣心在作祟，看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买了房，害怕房价一直涨，到时候再买不起。买房几乎花光了我俩全部的积蓄，总房价110万，没有问亲戚朋友借1分钱，剩下的80万全部是向银行借来的。最初利率是6.37%，这几年利率也下降到了3点多。关键我们在19年房价的最高点上车，这5年就降了将近1半，现在1平方6000多就能买到。好在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所以我们现在不打算买房子，也心甘情愿当房东了。可是真的有时候觉得每天活得好累，每天也不敢大手大脚的去花钱。博主大宇说，他决定把房子给卖了，彻底结束每个月定时还房贷的生活。说实话，这个房子真的把我坑惨了。2020年买下这套房，总价263万，东拼西凑首付了80万，目前月供7000多，还有25年。目前这套房子市场价在150万左右，加上这几年还银行的利息，至少要亏160万，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买完房子那时候兴奋，一晚上都没睡着，人生第一次买房，激动得不得了，有家了，随后也生了孩子，觉得有压力才有动力。之前赶上行业上升期，主业跟副业家庭收入加起来1年也有小40左右，所以没感觉吃力。
21年开始走下坡路，收入一天不如一天，房价也急转直下，从阴跌到暴跌，上涨没赶上，下跌全踩上了，眼睁睁看着房子一天天掉价。听说以后房价如冲，不卖怕砸手里亏更多，并且我们也没有能力和信心再供这套房子25年，有时候晚上做梦都会被吓醒。前几天刚过完32岁生日的我，还完房贷接近60了。这日子真的过得憋屈，我实在不忍心看媳妇儿每天那么辛苦打理网店了，每天对着电脑10几个小时，近视都快800度了。她才26岁啊，我也不想再为这个破房子消耗自己了。当初花70万在肇庆买的房子，现在跌到什么地步了呢？2021年6月份，为了我的孩子能在外地上好的公立学校，我和老公东拼西凑，首付21万，贷款40多万，买了现在住的这套房子，算下来每平方7000多。当时银行的利率5.8%，贷款30年，月供2000多。因为我和老公都不是本地人，在这里也没有固定工作，所以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广东肇庆买房，妥妥的高位接盘侠。90后的我们现在背着房贷，上有老，下有3个孩子要养，每月还要还房贷，压力可想而知。当初为了买这套90平的房子，我们不仅掏空了全部家底，再加上装修花了15万，还借了外债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现在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居然要价才40多万，才4年的时间，不仅把首付20万亏进去了，连这几年交的利息也搭进去了。我时常想着就觉得难过。我老公经常劝我说，早住早享受，起码我们一家5口在外面有个家了。庆幸的是，我的孩子都如愿上了心仪的学校，或许这样想也算是一种宽慰吧。千万不要掏空家底买房，否则就是我这样的下场。原本以为买了房子，哪怕是小一点，只要是我们自己的窝都是好的，可以在这个城市有更多的安全感，现在却成了我们目前最大的负担。没买房之前，我和老公带着孩子住在10几平米的出租屋里，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，很不方便。那个时候做梦都想拥有自己的房子。2017年，我们拿着大部分的存款，再跟亲戚朋友借了40万，买了这套房。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最主要的就是想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，以后孩子上学也方便。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，房地产行情也是如火如荼。18年我们又冲动买了第2套房，也是买在价格最贵的时候，妥妥成了被割的韭菜。万万没想到，住进来没多久，房价就开始下跌。现在大环境不好，我们每个月的收入也不稳定，家里还有3个老人，再加上2个孩子，一大家子的生活开支，2个人挣钱养7个人，压力还是很大的。现在手里的房子，每个月的房贷就成了我们最大的负担，每月辛辛苦苦还的按揭还都是利息，只能自我安慰，房子是自己住，好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所以奉劝大家不要掏空积蓄贷款买房子，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尽力而为。对不起了，我是真的扛不住了，深圳龙岗的房子我们不要了，我想好了，我要离开深圳回湖南老家了。征信呢，黑就黑吧，都无所谓了，我们已经不堪重负了，什么时候能上岸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这是我刚才接到的闺蜜的电话。我闺蜜呢，21年的时候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，花了350多万，贷款245万，还30年，每个月的房贷呢接近1.3万，每个月的收入有限。老公呢做 IT， 又遇到了公司裁员，年过40，找个好工作真的很难。现在全职在家带孩子，没有一点收入。我闺蜜呢，她一个月1万2、3千块钱的收入，有2个孩子，小的上小学，大的上中学。他们一家4口除了还房贷，连基本的花销都没有了。想过要卖房子，可惜有价无市，就算现在把房子卖了，也就能卖个270多万。当时买房子的首付和费用加起来120多万就没有了，而且每个月1.3万的房贷，虽然还了3年，还了46、7万，可惜本金呢只还了12万来块钱。现在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